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。陆总，夫人又在打工了。故事解说：昏暗的小巷之中，林念正遭遇着未知的危险，慌乱间大声呼救，试图挣脱困境。混乱的拉扯里，有人厉声呵斥着让他滚开。危急关头，一场意外的纠葛悄然改变了两人的命运。脱身之后，林念对着出手帮自己的人满心道谢，对方却状态异样，冰冷的让他离远一些。林念察觉到对方的不对劲，执意要送对方去医院，可对方清楚身体状况，知道已经来不及救治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对方拿出了一枚专属钻石定制袖扣，这是他身上最贵重的物品。他恳求林念帮自己。林念满心茫然，询问对方自己该如何帮忙。这场小巷里的短暂交集仓促又隐秘，没有人知晓这场相遇的细节，也没有人记下彼此的模样，唯独这枚珍贵的钻石袖扣成为了两人羁绊唯一的见证。风波过后，林念的生活彻底坠入谷底。刻薄的舅妈得知她未婚先孕的消息，暴怒不已，对着林念肆意辱骂，斥责他是赔钱货，不知检点，丢尽了家里的脸面。天生结巴的林念慌乱至极，语无伦次，根本无法为自己辩解。舅妈早已私自打好了算盘，她跟隔壁人家敲定了婚事，打算将林念嫁给对方的傻儿子，换取1万块的彩礼，用来给林念的表哥娶媳妇。舅妈态度强硬，当即就要拉着林念去医院打胎，打完胎就立刻嫁过去。弱小无助的林念无力反抗，只能卑微恳求舅妈，自己会独自去打胎，只求不要逼迫自己嫁人。舅妈根本不信他的话，恶狠狠地警告林念，若是敢耍花样，就直接动手让他流产。孤立无援的林念内心绝望，腹中的孩子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是他全部的寄托。他在心底暗暗发誓，无论如何都要拼尽全力护住孩子，好好将孩子抚养长大。为了给孩子攒下产检和生产的费用，身怀身孕的林念开始四处奔波打工。他找到一份摆摊推销新品的零工，顶着身孕在外卖力吆喝，没忙活多久，身体就不堪重负，头晕目眩，险些晕倒在地。路过的路人看到他挺着大肚子还在外辛苦劳作，纷纷议论，疑惑孩子的父亲为何让他独自承受这般苦楚。林念只能坦然告知众人，自己的孩子没有父亲，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。围观人群中，一位心地善良的老奶奶见林念身世可怜，无依无靠，心生怜悯，主动拿出一笔钱递给林念，叮嘱他先去医院做好产检，剩下的钱用来补充营养，不要这般拼命透支身体。突如其来的善意让饱受磨难的林念瞬间红了眼眶，他对着老奶奶连连道谢，直言老奶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林念不愿白白接受老奶奶的馈赠，想起了自己偶然得到的那枚钻石定制袖扣，他告诉老奶奶这是自己身上最值钱的东西，应当价值不菲，执意将袖扣交给老奶奶抵扣钱款，还承诺剩下的欠款自己会通过打工慢慢还清。老奶奶看着懂事又坚韧的林念，满心心疼，连忙扶起他，收下袖扣当作念想，坚持让他拿着钱先去医院，不要耽误腹中宝宝的健康。林念道谢后匆匆离开，老奶奶看着他单薄的背影，满心感慨，忍不住念叨，期盼自己能早日抱上重孙子。这时赶来接老奶奶的陆时燕快步走到跟前，询问老奶奶为何独自跑出老宅。老奶奶随即跟陆时燕讲述了自己偶遇苦命孕妈的经过，还拿出那枚粉钻袖扣，告知陆时燕，这是那位单亲孕妈执意留下抵债的物件，和她珍藏的粉钻款式相似。陆时燕看到袖扣的瞬间满心震惊，她当即察觉不对劲，心中怀疑这枚袖扣的真实性，可转念一想，这是姑娘的一片真心，便没有再多质疑。老奶奶趁着这个机会，语重心长地催促年纪不小的陆时燕早日成家，早日当上父亲，做一个有担当、负责任的男人。这一刻，陆时燕尘封的记忆被唤醒，她始终记得当初在小巷中遇险时，是一位穿着玩偶服的陌生女孩救了自己。她一直暗暗承诺，日后一定会找到那位救命女孩，风风光光娶她进门。她看着手中的粉钻袖扣，第一次对茫茫人海中的那个身影有了微弱的线索。另一边，林念依旧在为生计和孩子的医药费苦苦奔波。他在一家小店打工，负责整理烤串签子，干活时小心翼翼，不敢懈怠，却还是遭到了店主的嫌弃。店主看着他隆起的肚子，满心不耐，当众嘲讽他怀着孕还出来干活，质疑他家里无人担当。林念只能再次默默解释，自己的孩子没有父亲。店主丝毫不同情他的境遇，反而担心他在店里出意外自己无力承担，当即结算了当日工钱，直接辞退了林念，让他第二天不用再来。林念满心慌乱，连忙恳求店主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声称自己可以加快速度，好好干活。可店主态度坚决，丝毫没有松口。无奈之下，林念只能落寞离开。离开小店后的林念没有丝毫气馁，
他认真数着自己辛苦攒下的零钱，当天又攒下了20块钱。他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轻声和宝宝说话。距离宝宝出生还有63天，他省吃俭用，一点点积攒钱财，只为日后能给宝宝买上好的奶粉，给孩子安稳的生活。之后，林念又找到了一份超市的工作，负责前台值守。可入职没多久，他就被同事刻意刁难。超市发现有临期产品未及时下架，造成了门店损失。明明不是林念的值班时段，同事却强行将责任推到他的身上，要从他的工资里抵扣损失。林念出声辩解，奈何说话结巴，底气不足，根本无力争辩。同事看着他大着肚子，说话结巴的模样，愈发蛮横不讲理，直接通知林念，干完这个月就不用再来上班了。接连失去2份工作，林念的生活陷入困境。但他看着腹中的孩子，依旧咬牙坚持。他默默盘算着自己攒下的积蓄，心里安慰自己，这些钱勉强能够支撑到自己预产期到来。就在林念勉强稳住生活的时候，狠心的舅妈再次找上了门。舅妈四处打听，苦苦寻找数月，终于找到了躲起来待产的林念。一见到林念，舅妈就怒火中烧，痛骂他私自躲起来怀野孩子，生野孩子，强行要求他立刻打掉孩子，跟自己回家嫁人。经历了诸多磨难的林念，不再一味软弱妥协，他坚定地拒绝了舅妈的要求，誓死护住腹中的孩子，不肯任由亲戚欺负拿捏。舅妈见一向懦弱的林念竟敢顶嘴犟嘴，顿时气急败坏，直言自己已经收下了对方的彩礼，林念今天必须跟自己回去嫁人，根本由不得他做主。双方僵持不下，舅妈态度强硬，铁了心要强行带走林念。混乱拉扯之间，林念的身体受到刺激，即将临盆。此时，陆时宴的车辆恰好从此处经过，助理连忙向陆时宴汇报，前方有孕妇疑似碰瓷，他们的车辆并未碰到对方。陆时宴透过车窗看到痛苦倒地的林念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下令让人将她送往医院。被紧急送往医院的林念顺利生产，诞下了一名男婴，但因为孕期过度劳累，突发早产，孩子身体虚弱，出生后就被送进了保温箱观察养护。医生告知林念，他顺利诞下男婴，只是孩子早产需要精心照料。林念虚弱不已，满心牵挂孩子，急切询问医生自己何时能去看望宝宝。医生叮嘱他需要先好好休养身体，恢复之后才能探视孩子。缓过神来的林念下意识询问医护人员，送自己来医院的人是不是孩子的父亲？得到否定的答案后，林念心中满是失落，原来是自己看错了人。他强撑着虚弱的身体下床，亲自向陆时宴确认，询问是不是他送自己来的医院。陆时宴坦然承认，同时将住院账单递给林念，告知他所有的住院费用都已由自己垫付。看着账单上2万元的费用，林念满心惶恐。他坦言自己目前无力偿还这笔巨款，但一定会努力打工，尽快还清所有费用。后续的日子里，孩子在保温箱的养护费用、奶粉费用居高不下，独自一人的林念不堪重负，他满心无助，苦苦哀求医护人员一定要尽力救治孩子，自己会想尽一切办法及时缴纳费用。医院工作人员转达了陆时宴的心意，告知林念若是经济困难，欠款无需着急偿还，可以慢慢结清。这份善意让绝境中的林念倍感温暖，连连道谢。另一边，助理向陆时宴汇报了林念的近况，告知他林念的岳父住院费用已妥善处理，林念本人会慢慢偿还欠款，同时还讲述了林念的艰难处境。他孤身一人待产生产，无人照料，孩子早产住进保温箱，所有压力都压在他一人身上。听闻这些，陆时宴心生感慨，忍不住遐想，若是当年小巷中救自己的那个女孩也怀了自己的孩子，是否也会这般孤身一人受尽苦楚？陆家向来子嗣单薄，他起初并不相信这般巧合，迟迟无法将2个身影重合。为了找到当年的救命恩人，陆时宴早已派人四处搜寻，可小巷的监控早已损坏，加上当年女孩穿着玩偶服，他本人意识模糊，始终没有任何线索。陆时宴想起了那枚专属定制的钻石袖扣，袖扣带有专属编号，只要有人拿去售卖或鉴定，就能顺着线索追踪。他立刻下令扩大搜索范围，持续追查女孩的下落。他始终执念于找到那个救自己于危难之中的陌生女孩。为了偿还医药费，支撑孩子的养护开支，刚生完孩子还未出月子的林念不顾身体虚弱，四处寻找工作。他找到一家洗车行，主动询问老板是否招聘洗车工。老板看着他瘦弱的身形和尚未完全恢复的身体，告知洗车是体力活，担心他无法胜任。林念连忙保证自己身体硬朗，吃苦耐劳，什么辛苦活都能干。老板心生恻隐，最终录用了他，开出1天100元的薪资，让他进店干活。林念满心感激，认真投入工作。
工作途中，林念不小心撞到了前来洗车的陆时燕，他满心愧疚，连忙道歉。陆时燕神色淡然，只让下属换身衣服即可，并未过多计较。林念一边认真干活，一边在心底默默安抚腹中诞生的宝宝。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他都会咬牙坚持，努力攒够孩子的住院养护费用，守护孩子长大。没过多久，陆时燕的奶奶告知他，此前收下的粉钻袖扣检验报告已经出来，让他立刻回老宅查看结果。陆时燕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动身返程，准备陪同奶奶等候报告。临走前，他偶然再次看到了在洗车行打工的林念，助理连忙向他说明，这位就是此前早产住院被他垫付医药费的孕妇，尚未出月子就出来打工，只为偿还欠款。与此同时，鉴定机构传来消息，那枚带有专属编号的粉色钻石袖扣已经有人送来鉴定。陆时燕瞬间恍然大悟，送来鉴定的是自家奶奶，而奶奶遇见的那位单亲孕妈，就是当年在小巷中救了自己的女孩，也就是眼前的林念。他立刻驱车赶回老宅，拿到鉴定报告后，看着袖扣上独一无二的专属编码，彻底确认这就是当年自己送给救命女孩的定制袖扣。奶奶见状，连忙告知陆时燕，这位女孩就是当初小巷里救她的玩偶福姑娘，而且对方当时正怀着孕。巨大的惊喜和愧疚席卷了陆时燕，奶奶当即追问，这个孩子会不会就是她的骨肉？陆时燕不敢耽搁，立刻让人查询林念生产的医院信息，确认孩子的身份。得知消息的奶奶欣喜万分，直呼陆家终于有后了，同时也满心心疼林念，心疼他独自怀胎生子，受尽委屈，自己却迟迟没有认出他，让他独自熬过所有苦难。陆时燕得知自己的儿子早产，此刻还在医院保温箱观察，立刻安排特助将孩子转到全市最好的新生儿科，安排24小时专业医护人员贴身看护。医护人员告知陆时燕，孩子虽是早产，但各项身体指标趋于稳定，暂无大碍。由于需要孩子的监护人签字办理转科手续，陆时燕直接表明自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全权负责孩子的一切事宜。就在陆时燕忙着安顿孩子、寻找林念的时候，医院护士突然联系林念，告知他有人以家属的名义接走了孩子。林念瞬间慌乱不已，满心焦急地追问来人身份，得知是自己的表哥和舅妈之后，瞬间明白亲戚又要借机拿捏自己。林念立刻找到舅妈和表哥，质问他们为何私自接走自己的孩子，要求对方立刻归还孩子。可舅妈和表哥态度嚣张，以此要挟林念，想要见孩子就必须乖乖听话，按照他们的安排嫁人。林念坚决不肯妥协，对方见状直接动手拉扯禁锢他，打算强行将他绑走，当晚就逼迫他和傻子表哥成亲。无助的林念只能苦苦哀求，告知他们孩子的父亲家境富裕，只要放过自己，他可以让孩子的父亲拿出钱财补偿他们。可舅妈和表哥根本不信，肆意嘲讽林念异想天开，觉得是他编出来的谎言，依旧执意逼迫他成婚。就在林念陷入绝境、无助落泪的时候，陆时燕及时带人赶到。他看着被肆意欺凌的林念，厉声喝止了众人的举动。舅妈和表哥见有人阻拦，当即嚣张喊话，声称这是自家家事，对方私闯民宅就要报警。助理随即上前告知众人，眼前的男人是江城首富陆氏集团总裁陆时燕。听闻这个身份，舅妈和表哥瞬间惊慌失措，态度大变，连忙改口辩解，称自己是林念的亲人，只是想给林念安排一门好亲事，是为了他好。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陆时燕当众宣布，自己今日前来就是要迎娶林念。舅妈和表哥彻底傻眼，不敢相信人人嫌弃的结巴未婚生子的林念，竟然能被江城首富看中。一旁的傻子表哥还傻乎乎地念叨着要娶媳妇，场面极度讽刺。陆时燕的助理随即查清了这家人的所作所为，他们长期虐待孤苦无依的林念，私自侵占林念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，多次逼迫林念家人换取彩礼，此次更是非法拘禁，动手伤人，恶行累累。陆时燕不再姑息，当即下令报警处理，同时冻结了这一家人的所有银行账户，让他们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。恶人得到惩治后，陆时燕连忙安抚受惊的林念，告知他孩子安然无恙，自己早已将孩子转到顶级新生儿科，全程专人看护，各项指标都在慢慢好转，再过几天就能脱离保温箱。随后，陆时燕温柔地带着林念前往医院看望孩子。劫后余生的林念满心感激，真诚地向陆时燕道谢，感谢他救了自己和孩子。他理智地告知陆时燕，两人并无感情基础，他清楚孩子跟着陆家能拥有更好的生活，只恳求陆时燕允许自己每周探视孩子2次。陆时燕温柔地打断了他的话，他苦苦寻找林念许久，从来不是只想让他做一个只能探视孩子的局外人。他坦诚心意，
告知林念孩子是他的，林念也是他的，他会对母子二人全权负责，郑重向林念求婚，希望他能名正言顺成为陆太太，成为孩子名正言顺的母亲。面对林念的自卑与忐忑，陆时燕耐心安抚。他欣赏林念的善良与坚韧，不在意他结巴的短板，也不在意他未婚生子的过往。他告诉林念，如果他无法立刻接受自己，两人可以慢慢培养感情，只希望他能留在孩子身边，多多陪伴孩子。随后温柔提议让他搬回陆家居住。陆奶奶也连忙出声安抚林念，满心愧疚地表示是陆家亏欠了他，让他独自承受了所有苦难。看着忐忑不安的林念，奶奶贴心安排了江城顶级的月子中心，配备资深月嫂和专业营养师，让林念先好好休养身体，等月子坐满，身体恢复后再正式搬入陆家。为了更好地照料林念和小宝宝，奶奶还安排了陆时燕的远房表妹沈南芝住进陆家。沈南芝留学归来，专修营养学和护理学，持有高级母婴护理师证和注册营养师证，专业能力出众。她主动表态会尽心尽力照顾表嫂林念和小侄子，让陆家众人放心。奶奶十分满意沈南芝的专业能力，当即拿出陆家祖传的玉镯子，郑重交到林念手中，认定了她陆家女主人的身份，又拿出精致的金项圈送给众孙子保平安健康。林念受宠若惊，觉得礼物太过贵重，再三推辞，在奶奶和众人的劝说下，才最终收下这份心意。看似和睦温馨的氛围下，沈南芝的内心却充满嫉妒。她看着出身普通、说话结巴的林念，轻易得到奶奶的偏爱和陆时燕的倾心，心中极度不平衡，暗自嫉妒林念拥有的一切，心底埋下了算计的种子，暗中盘算着赶走林念，取而代之成为陆家女主人。一段时间后，林念顺利出月子，身体恢复良好。陆家早已精心备好精致的婴儿房、宽敞的衣帽间，各类生活用品、衣物首饰一应俱全。奶奶热情地带林念参观新家，告知他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改动。陆时燕更是温柔告白，告诉林念所有的美好都是为他准备的，无需有任何压力。陆家上下无人敢对他智慧半句。入住陆家后，沈南芝表面贴心懂事，处处照料林念和宝宝，时常主动帮忙带孩子、准备餐食，赢得了林念的全然信任。每当宝宝哭闹不止，林念手足无措时，沈南芝都会耐心教导他科学抱娃、安抚孩子的技巧，让宝宝快速平静下来。林念十分感激，由衷夸赞沈南芝专业能干。可背地里，沈南芝早已心生歹念，她为了离间林念和陆时燕，伤害孩子，偷偷在宝宝的奶嘴上涂抹安眠药，刻意制造问题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借着照顾两人的名义，深夜进入书房给陆时燕送咖啡，刻意讨好，刻意靠近，试图拉近和陆时燕的距离。陆时燕心思敏锐，早已察觉到沈南芝的不安分，当场严肃告诫他恪守本分，不要妄图触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，不该有的心思不要有。沈南芝被当场戳破心思，惊慌失措，连忙道歉认错，狼狈离开。陆时燕转头温柔安抚林念，叮嘱他日后若是遇到任何事，不要独自承受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知自己。随后，陆时燕和林念闲聊时说起了孩子的名字，他早已为孩子想好名字，取名陆乐安，只愿孩子一生平安喜乐。温柔的氛围下，两人敲定了第二天就去民政局领证结婚，正式组建家庭。这个消息彻底刺激了沈南芝，他内心的嫉妒和不甘彻底爆发，绝不允许林念和陆时燕领证成婚，断绝自己的念想。心中暗暗盘算，一定要破坏两人的婚事，不让陆乐安平安顺遂长大。次日清晨，沈南芝假意贴心，主动为林念炖煮花生猪蹄汤，助力她产后恢复母乳喂养。看似暖心的举动背后，她故意在汤中加入了多种致敏食材，想要通过母乳让孩子出现过敏反应，制造事端，挑拨离间。林念毫无防备，满心感激沈南芝的照料，安心喝下了汤水。没过多久，孩子突然浑身长满红疹，呼吸急促，哭闹不止，状态异常危急。沈南芝立刻假意慌张告知两人孩子突发不适。陆时燕当机立断，立刻带着孩子赶往医院救治。医生紧急诊断后告知众人，孩子是急性食物过敏，引发呼吸道水肿，若是再晚片刻就会出现窒息危险。所幸救治及时，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，但仍需留在保温箱继续观察养护。而过敏源头正是林念饮用的含有致敏食材的猪蹄汤。看着饱受病痛折磨的孩子，林念满心自责，将所有过错归咎到自己身上，觉得自己不配做孩子的母亲，因为自己的疏忽让孩子受罪，连即将到来的领证仪式都被耽误。陆时燕全程温柔安抚林念，耐心开导他。两人都是初为人父母，
难免有所疏忽，不让他过度自责，承诺会一起陪伴孩子度过难关。为了不让意外耽误两人的婚事，陆时燕当即做出决定，哪怕身在医院，也要如期领证。他告知林念，海城医院是自己投资建设的，顶层设有私人区域，随即安排特助联系民政局工作人员，专程到医院为两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。很快，民政局工作人员抵达医院，顺利为陆时燕和林念办理了结婚证，两人正式成为合法夫妻。工作人员真诚送上新婚祝福，感慨陆时燕为江城经济做出诸多贡献，这点便利是理所应当。另一边，奶奶得知孩子突发过敏事件，立刻查清了事情原委，知晓是沈南之刻意为之，怒不可遏。她当众严厉斥责沈南之，身为专业的营养师和母婴护理师，明知各类食材禁忌，却严重失职，险些酿成大祸，严重警告他若是再有下次，立刻将他赶出陆家。沈南之表面低头认错，诚恳道歉，内心却恨意丛生，记恨奶奶的斥责和不公，暗自发誓日后一定要取而代之，成为陆家真正的女主人，将所有轻视自己的人全部赶走。一场潜藏在温馨表象下的风波就此悄然埋下伏笔。陆家和林念的考验依旧尚未结束。